发现这绝不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坠落事件。于是警长命令办公室直接通知附近的罗斯威尔陆军航空场航空基地，立即派出2名军事情报人员进行现场调查。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罗斯威尔事件。罗斯威尔事件很多人可能并不陌生，咱们在频道中多次提到，只是没有单独的做一期视频。今天来了，直接起航。亨利·阿诺德将军在陆军5星级上将中位列第4，他部署了整个2战期间的空军，并且成功领导了陆军的快速扩张。1946年1月29日，阿诺德及其继任者卡尔·斯帕兹将军与陆军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交谈。经过长期的会晤交谈之后，正式的将空军与陆军分开，这种安排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不久之后，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进一步将空军与陆军正式分开，成立了空军部。实际上，阿诺德和陆军空军从1941年的开普吉拉多事件和1942年的洛杉矶空袭事件中回收了飞碟，这些飞碟被秘密带到当时最先进的航空研究基地莱特机场，但是他们在2战期间只做了初步研究。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阿诺德终于能够利用剩余的战争资金为回收的飞碟提供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他当即在8月飞往加利福尼亚，联系了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这家公司是2战期间海陆空3军军用飞机的领先制造商之一，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军用飞机，而且他的所有者唐纳德·道格拉斯本人也是航空业的先驱和传奇人物。道格拉斯在16岁那年就见证了1908年莱特兄弟原型的军用飞机在弗吉尼亚州试飞的过程。1914年，道格拉斯获得航空工程学位，也是麻省理工 MIT 第一个授予航空学位的人。他的学术成就和航空能力得到了陆军的认可。1916年11月，他被聘请担任陆军信号兵团的航空科民用航空工程师。而且阿诺德和道格拉斯还有亲密的个人和工作关系，这个可以追溯到他们各自与莱特兄弟的联系，以及在航空发展方面共同的利益。道格拉斯成为首席民用航空工程师7个月之后，1917年的6月，也是美国进入1战2个月之后，道格拉斯成为首席民用航空工程师的7个月之后，也就是1917年的6月，也是美国进入1战2个月之后，阿诺德担任了航空部门的多个行政职位。在1战中，道格拉斯和阿诺德一起对美国飞机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之后2个人都搬到了洛杉矶地区。1921年，道格拉斯在这里成立了他的飞机公司，而1931年的11月，阿诺德接管了这里的机场。他们是数十年的朋友，两家之间也非常的亲密。道格拉斯的女儿芭芭拉最终嫁给了阿诺德的次子布鲁斯，强强联合。另外，道格拉斯也亲眼目睹了1942年的洛杉矶空袭事件，这对道格拉斯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他并立即开始了思考对航空业的革命性的改变。于是阿诺德与道格拉斯安排创建了兰德公司，并且阿诺德承诺为新的公司注入资金1000万美元。于是未经国会授权，也没有接受投标，他设法转移了1000万美元。1946年的3月2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授予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以建立兰德项目。1946年的1000万美元相当于至少现在的10亿美元左右，而兰德公司的官方网站也掩盖了这一巨额资金，给人的印象只是兰德计划是道格拉斯内部的一个小型
运营机构。在公共场合，兰德计划的掩护任务是提供一个技术顾问小组，负责作战分析和远程规划，以制定未来的战争以及空军执行任务的最佳方案。然而，兰德计划的真正任务是为了在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立即处理洛杉矶事件后的 UFO 坠落事件。作为陆军空军总司令，阿诺德能够为秘密的陆军情报单位提供必要的技术专长。该单位专为调查飞机坠落报告而设立，这些报告实际上是星际不明飞行物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先进航空器。赖德帕特森空军基地还接收了其他回收的飞碟，其中非常重要的就包括罗斯威尔事件所坠落的飞碟以及外星人。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47年的7月3日的一个暴风雨的晚上，有一个农场主报告说是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这与那天晚上发生的许多的雷声不同，爆炸声极为特别。在新墨西哥州林肯县罗斯威尔西北约75英里的农场，麦克·布雷泽尔是一名这里的工头。第二天，他在布拉泽尔巡视这片土地的时候，发现了一架坠落的飞行物，而且有许多的残骸。7月7日，他决定向警长报告这一发现。警长到了现场，看到了所有的残骸之后，也是一脸懵逼，发现这绝不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坠落事件。于是警长命令办公室直接通知附近的罗斯威尔陆军航空场航空基地，立即派出2名军事情报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初步军事调查的结果导致了7月8日的著名的飞碟坠毁新闻，这引起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兴趣。不断升级的报道迫使高级军事当局迅速地发布了另一份新闻稿，声称最初的新闻稿是错误的，这仅仅就是一个气象气球的爆炸。也就在当时的1947年，沃尔特·豪特中尉成为罗斯威尔陆军机场的公共事务官，正是他奉命分发了7月8日的原始新闻稿，称是发生了飞碟坠毁事件，并且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当时是7月8日的上午9点30分左右，他打电话给豪特的办公室，口述了他们拥有飞碟的新闻稿。当时在场的还有马塞尔，他将材料运往了更高的总部，同时他们将向广播电台 KGFL 和 KSWE 以及报纸和早间快讯等等媒体传递了新闻稿。2005年12月，豪特去世的2年之后，之前写于2002年12月的宣誓书获准释放。宣誓书披露了有关在陆军最初发布新闻坠毁事件的前后的惊人事件。7月8日晚些时候，他被当时的布兰查德上校带到了罗斯威尔机库，在那里他看到了部分相对完整的残骸，大约是15英尺长和6英尺高。在防水油布之下，豪特还发现了2具尸体，他们的头伸了出来，看上去与一个10岁的孩子差不多大小。最重要的是，7月8日上午召开了一次参谋长会议，当时罗斯威尔陆军空军军官讨论了如何应对公众和媒体对残骸日益增长的兴趣。主要话题是在罗斯威尔西北约75英里的林肯县的一个大农场，那里存着很多的碎片和残骸。这是罗斯威尔基地的首席情报官杰西·马塞尔少校，他当时在前皇家空军的第509炸弹情报小组。7月6日至7日，他前往调查了农场坠机的现场。马塞尔也在会上做了详细的报告。基地指挥官威廉·布兰查德上校也简要地报告了第2个地点发现的残骸。第2个地点位于罗斯威尔以北40英里处，有关他的任何的信息都处于极为保密的状态，因此罗斯威尔坠机事件的研究人员也不一定知道第2个地点。最令人惊讶的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沃斯堡的卡斯维尔陆军空军基地也派罗杰·拉米将军出席了会议。拉米表示，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要公开这一发现，并且提出了一项计划。
豪特认为这个计划是五角大楼的上司制定的，五角大楼已经听取了有关2个坠机地点的简报，并且部署了自己的专家团队来控制更敏感地点的安全。拉米批准了一份新闻稿，指向一个迈克尔 Brazil 农场附近更偏远、不太重要的地点，来转移注意力，以隐藏镇北部更重要的发现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拉米将军撤回了7月8日晚上和7月9日的新闻稿，其中所说的飞碟事件被成功的改为了气象气球，并且命令杰西·马塞尔少校飞往沃斯堡出席新闻发布会。马塞尔被命令静静地蹲在似乎是气象气球材料的旁边，并且拍照，以表示罗斯威尔事件的残骸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气象气球的爆炸。1978年，马塞尔少校联系了当时负责 UFO 的研究员，这个研究员的名字叫斯坦顿·弗里德曼。后来他也爆料了许多关于罗斯威尔的事件的真相。根据他的说法，坠机碎片包含航空专家们无法识别的材料，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还有其他的不可思议的特性，并且确信这不是地球上制造的任何类型的飞机。马塞尔在去基地的路上把一些碎片带回家，简要的向他的妻子和儿子小杰西·马塞尔展示了。小杰西当时也在军队工作，他同意父亲马塞尔少校的看法，罗斯威尔号的残骸不是地球上制造的，确实是来自于罗斯威尔坠毁的飞碟。至于罗斯威尔飞碟碎片以及外星人，一些目击者指出，他们被转移到了莱特机场，坠机现场的材料随后通过空中和陆路运输。根据多名参与将碎片运往到莱特机场的目击者回忆，7月8日的航班在沃斯堡短暂的停留之后，飞往莱特机场。驾驶这架飞机的是罗斯威尔的副基地指挥官赖宁中校。在外星人抵达莱特机场的当晚，当时的值班人员回忆说，事故发生的几天之后，他观察到一个军事车队在前往莱特机场的途中过夜，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装箱掩盖，但是他看到的那绝对是一口棺材。但是与任何的棺材都不一样的是，厚厚的玻璃容器里有浓稠的蓝色液体，在蓝色液体里有物体浸没漂浮着，实际上是悬浮着，上面有液体，柔软光泽，就像鱼的下腹部一样。起初他以为是一个死去的孩子，但是这是一个4尺高的人形，有胳膊、细细的腿和脚，还有一个超大的白纸灯泡一样的脑袋。这个值班人员还查看了包装液体容器的板箱，发现一份有趣的陆军情报文件，将这个生物体描述为该州早些时候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坠毁飞行器上的居民，以及空军装备司令部登记的路线清单。这个生物将要被发送到莱特机场。发现的外星人的尸体被带到了莱特机场的空军基地的办公室大楼，并且在储罐中保存了大约1年。政府带了一些来自于该地区的科学家来进行研究。在美国空军正式成立前的2个月，莱特机场建立了新的实验室，以研究罗斯威尔坠机事故中所有的发现。所以最初报纸的报道是正确的，确实是外星飞船的坠毁。为什么外星人会选择新泽西州，而在罗斯威尔市附近坠毁呢？这是不是外星人对墨西哥州进行着秘密的监视和监察呢？在1947年，罗斯威尔的陆军航空领域属于是509炸弹小组，就是1945年向日本投放广岛原子弹的炸弹小组。所以罗斯威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当时的原子弹基地。新墨西哥也是白沙实验场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所在地，原子弹最初就是在那里开发和研究的，然后在 Trinity Site 进行了测试。所有的这些在豪特和马塞尔退休后，也就是事件发生的50年之后，被详细的爆料，从而给现代的探索者们更大的想象空间。
好的，今天就飘到这里，下一期爆料会更加精彩。谢谢您的收看，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分享。独在异乡微客，每逢孤独看飘哥 ，Joy and Peace。